马太的教会论是这样的，哎呀，这个也是一大堆问题。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讲教会论吧，我觉得只有马太提到了教会 （ecclesia） 啊。那这个 ecclesia 呢，其实在当时这个罗马的帝国啊，它是有很强的一个政治含义，因为他们当时的议会啊就叫 ecclesia 啊，所以这个教会呢，它更多不仅只是就说我们对于当时人来说吧，哈，他们好像是一个呃，就像我们说这个像就像就像你如果在国内建立一个教会，你不叫教会，你叫人民大会，人民叫什么代表大会是吧？那就麻烦了啊，是吧？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就是有这种感觉，他们把当时的议会的名字拿过来啊，作为教会，同样的字 ecclesia 啊，这个是对于罗马来说，这个就很不可思议啊，感觉你们要造反是吧？你们要另立一个国家的感觉，另立议会啊，所以我们你想一想哈，如果我们也自己建一个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是吧？我们都是什么牧师也是什么人大代表主席，那就麻烦了对吧？那政府肯定要找你麻烦啊。但是当时的教会用这个字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啊。那这个你想一想哈，这个是很大胆的哈，这个词，这是对于整个希腊文化里面的啊，就是他们就是有，它是一个政体啊，它是一个政体啊 ecclesia。好，那么我们会特别提到几点哈，教会的基石啊，特别讲到教会的赦免，还有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哇，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要牵涉到跟天主教的关系，教会的纪律，还有讲到彼得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哈，教会的这个基石，就是说马太有两个地方就是说提到教会，第一个就是16章，第二个是18章。16章里面呢，他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这个教会啊？就是当彼得问耶稣这个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的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怎么样？然后第一次出现说，我告诉你叫彼得，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你要看到这个顺序很重要啊，是教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出现的，或者被建立起来，是在门徒们对基督的认识正确之下才建立起来的。所以是什么先什么后，基督论在先，教会论在后，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啊，就是说教会论应该建立在基督论之上，如果没有正确的基督论，就一定不可能有正确的教会论。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所有的异端都是在基督论上出的问题，所以变成异端所有的异端都是在基督论上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通往父神唯一的道路嘛，对吧？你其他的理念都一样，但是唯独对基督的认识不一样，那也没办法，是吧？那你就等于说是唯一的道路你就断了，是吧？你不可能得救了，是吧？所以为什么基督论很重要，就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基督论，然后你的教会才有正当性不然的话呢，你的基督论有错误，你也说你是教会，那我们就不能承认这个是真的教会。OK， 所以当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把教会赐下，说我要建立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个很关键。所以这个 confession 这个认信这一点非常关键。所以你教会为什么要认信你的教会没有认信，你的教会只能说是算是一个这个社会团体对吧？或者是叫什么一个社团，就是这样，是吧？你不是教会，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当时耶稣在问彼得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是在哪问的？他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对不对？这个不在犹大的犹大地区他是在一个外邦，而且凯撒利亚腓立比是当时外邦林立，到现在还有个景点，就是他们有一个山里面有各种神龛就是那个一个神龛刻在山里面，所以凯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各种神明都在那里。然后耶稣可以说是站在这样各种神明的前面，然后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而这个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异教异端或者对神的这种各种误解的各种谬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认出基督，建立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然后教会才赐下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就说对于基督论这个是不能妥协的不然我们教会就没有办法有合法性了然后呢，你看其实后面你看耶稣，如果你知道这个经文的下半部分，你就知道彼得干了一件事情，是吧？好不容易耶稣夸了他一句，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就说他要上十字架了你看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基督论？耶稣要定死，是吧？可是彼得怎么样？万万不可，那就表明你对这个基督的看法基督论的看法是有偏差，是有问题。然后耶稣马上就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是吧？”所以之前是什么？之前是登山变相嘛，对吧？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你要听他我所喜悦的。”所以这是我的儿子，就回到米赛亚诗篇第2篇，是吧？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是我所喜悦的。这回到以赛亚书42章1节，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这个就更清楚了，对吧？这个在这个申命记18章15节里面，对吧？保罗那个摩西也说，后面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所以整个这个登山变相的过程都是在回想到在西乃山上好，所以你看这个西乃山跟这个这个叫什么登山变相，这个叫什么山？那个叫什么山？马丁路德说是塔博山。对，是个什么？反正好像就有人说是好像反正跟西乃山有一些关联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在这2个山上就是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所认出的这个基督的身份，这个才是关键。然后接下来就讲了基督的这个他自己的被害被拒绝，是吧？然后呢然后就这个18章我们后面看18章你看18章也讲到这个这个教会的事情，我们等会再看，就提到了一个应用，就是说教会怎么面对比如说纪律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处理罪的问题那是后面的这个问题所以第一次出现教会16章里面是讲到教会的这个根基的问题，教会一定要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之上。那18章讲到这个教会呢，更多的是提到了教会的这个应用的问题，讲到教会的治理教会的赦免就赦罪的问题还有这个处理这个纪律的问题好，所以马太的教会论是很清楚的那在这个磐石，那这个磐石指谁呢？那这个就比较复杂就是说当然我们新教是说那这磐石当然是基督了，是吧？当然彼得也是磐石的意思可是为什么天主教它其实就特别强调彼得的这个作用然后呢把它定为作为这个第一个教皇，是吧？这个教会的根基建立在这磐石之上其实他们的主要论点就是从这里来了，而且提到了教会的权柄。那么等一会还要谈教会是什么样的权柄所以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有个字面意思的解读你看2次都提到这个是16章19节，还有18章18节都提到说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哇，那这个教会权力很大是吧？所以对于天主教教会来说，他们有一个什么绝罚，是吧？就是说你只要被赶出教会，被教会除名了，那你就直接下地狱了，是吧？那这个也是他对这段经文的应用就是地上捆绑了你天上也捆绑。那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是吧？这个是不同的教会论的一个这个解读。到底是教会赦免呢，还是说基督赦免我们？那到底这个关系是什么？教会有没有说，如果他被教会开除了这个叫什么这个被教会除名了，是吧？他是不是还得救不得救呢？那这个教会跟救恩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们看教理问答里面
你们会发现有一句话叫教会之外无救恩，有没有印象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是吧？是听过吧？早期教会都这样说的，教会之外无救恩。对呀，对呀，你看这不是吗？教会之外无救恩嘛，这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当然就是这个意思了。教会之外无救恩啊，那怎么理解呢？所以这个里面就要理解这个到底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在指什么教会，因为天主教的这个理解呢，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理解就很简单，就是教会就是所谓这个 Catholic， 就是说Catholic 本来就是这个叫普世教会Universal 教会，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叫什么首都信经尼西亚信经里面说我信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对不对？讲到这个大公的时候，就是这个Catholic 所以对于天主教来说，他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新教，所以当然那就只有他一个教会嘛，所以他当然就认为 Catholic 就是他们就是大公教会，所以对他们来说，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那就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他们因为只有他们一个嘛，那当然就是他们了。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你不在这个教会当中，那你当然就没有其他教会可以去了嘛，是吧？那你当然就没有教会之外就没有救恩。可是改教以后，我们发现教会论有些改变，就是说我们认为的这个教会呢，当然也是大公教会，但是它不是所谓的有形教会，它是我们讲教会之外无救恩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指一个无形教会，对不对？是指真正的大公教会而不是指地方教会，或者就说不是指这个有形教会，对不对嘛？所以那就表明说，在有形教会当中有没有人不得救呢？当然有了，是吧？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他就算他受洗了，他不一定得救。但是在无形教会当中呢，那他是一定得救，因为他不得救，他不可能进入这个无形的大公教会当中所以当这个区分开的时候，那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里面，当耶稣说他把教会建立的时候，他说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到底是在讲有形教会还是无形教会？我跟你说难点就难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在第16章的时候你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无形教会，因为他这个教会呢更多是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广泛意义上来讲，我要把教会建在磐石上那这个是一个好像是更普世性的然后天国的钥匙给你，当然这个给你当然不是只给彼得他一个人，而是指向整个教会，是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到18章的时候有个问题在什么呢？就是因为18章感觉他在处理这个个别教会的问题，对不对嘛？或者说是地方教会的问题。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地方教会他因为他讲的很具体如果有个弟兄得罪你怎么样，跟他一块两个人不听凭2-3个人的口，然后再不听告诉教会，再不听怎么样。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像一个具体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实操就是说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对吧？但是他同时也说了，我告诉你，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好像又是指向这个地方教会好像也有类似于这种权柄所以就难在这里。那你怎么解读呢？当然支持教会之外无救恩是有形教会是无形教会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说，那这段经文这里也是指无形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建立起来嘛，对吧？那这教会还没建立起来呢，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所提的教会肯定是无形教会那不支持的就会说，那这就是指有形教会，对吧？所以对天主教来说，那他们就有很强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就是说甚至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救恩他可以直接就让你下地狱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相信的是肯定是只有基督才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在基督里，对吧？而不是说有形的教会说你不得救，然后你就直接下地狱了，对吧？而是说这个在无形教会当中，对吧？那有形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区分谁是得救谁不得救那个只有神才能区分麦子和稗子是一起长的嘛，对吧？所以你如果看其他的地方的经文关于教会的
尤其是到新约教会建立以后教会各种各样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对吧？你就知道不应该是指有形教会的不然的话，你像哥林多教会那么多问题，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呢？就是让他们认罪悔改是吧？他们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说，他其实是更多从一种无形教会的这种就是说在基督盘石上的这个完美的教会的这个标准来去说，你们其实是得罪神的，你们要悔改。所以你看，这是反过来了，对不对？他并不是说哥林多教会他有权柄说来审判保罗来捆绑他或怎么样，而且是反过来。所以最关键还不是有形教会的这个地方教会的权柄，还是神的道，是吧？神的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柄是超过一切的，是吧？但是并不是说地方教会没有权柄，地方教会也需要有纪律。那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就讲了一个最重要的关于教会纪律的处理就是当有人犯罪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简单来说就是私下的罪私下处理，公开的罪公开处理，就是这样那当然这个里面并没有你要看以弗所书看后面的书信，你才能够看到更多的关于教会治理的一些问题。这里面耶稣只是提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教会怎么对付罪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付罪呢有一个原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罪彰显出来，不是说你看我们都犯罪了或者怎么样，当然不是，我们要限制罪的影响力，我们尽量不要让罪来造成更大的破坏，对不对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开始要单独先相处先处理，不行2-3个人然后再到教会，他这个顺序是为了要限制罪的发展，而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本来是一个小问题这样一下子把它搞大了，是吧？然后把这个罪的影响变大了，那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所以我们是想我们的教会纪律可能每个教会的纪律不一样每个教会的规章制度体系都不一样，但是有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套体系的目的是要限制罪，是要有罪产生的时候要能够有效的解决罪和处理罪，这个才是关键。那具体怎么做每个教会的处境不一样，但是原则都是一样的你不能一上来就把人家那个私下可以解决的罪本来私下解决就好，你把它公开了是吧？那你就不得不公开处理，那就更麻烦了，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作为教会的领袖你在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罪不是包庇罪，不是隐瞒罪，而是在限制它的影响的情况下，能够让它以最小的伤害的这个情况之下把它解决。OK， 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实际的例子如果大家想要讨论的话也可以来讨论我们其实以前也这个遇到过几个问题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之前呢这个有一个姐妹是单身姐妹，然后呢她就是跟一个弟兄她的弟兄是有这个有家庭的后来就跟他出轨了以后呢，那这个事情呢你说该怎么处理？有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让对方的妻子知道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当中他们假如就是这个前提都是他们都愿意悔改当然不悔改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我们就在想他们在愿意悔改的情况下怎么样限制这个罪的那个那这样的话那私下处理该怎么处理呢？有多少人可以知道，对吧？这是个问题。那这是一个。那如果这个姐妹我是假设如果怀孕的话那怎么办呢？那该怎么处理？还是可以按照之前那种私下的处理来处理吗？还是用其他方式来处理？是不是？你就看到不同的处境可能你在面对的时候会不一样那这个问题其实当时发生了之后，我其实也有问过王一牧师，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以前也处理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如果这个姐妹怀孕了，就表明神就故意要把这个事情把它暴露在公众当中，因为你藏不住嘛，对吧？你没有结婚你怀孕了，你肚子大起来肯定是能看出来的，你这个没办法隐藏，那就表明神就是要让这个事情变为一个公共的事情，那你就要公共处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啊，那你最好是可以私下处理啊。那私下私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这个也要就是说也要看情况啊。所以这个是很难的，就是说你不是那么简单说哦，这个如果有了一个罪产生了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统一的标准一刀切去处理？不是那么简单啊。那如果你想一想啊，如果你要让，假如说这个姐妹她可能只是一时的这个冲动或怎么样，然后后悔了，对吧？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暴露出去，怎么？那对于她的名声，对于她，那她以后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犯罪的人当中，怎么首先就是说，想要是怎么能够帮助到他们，保护到他们，保护他们不受这个罪继续的一个这个伤害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很棘手的事情啊，但是有一个原则都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公开的罪公开处理，私下的罪私下处理啊，尽一切的可能性来减少罪的伤害和破坏啊。那同时也可以有好的见证啊，就是说让弟兄姐妹知道说罪是可以处理的啊，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对，所以这里呢，我就简单就只是提一些原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老师，马太福音18章18节这里是指有形还是无形教会？我个人觉得它都是指的是无形教会。就跟16章19节那边是讲的是一样的，是吗？对。而且这个捆绑跟释放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神借着教会作为蒙恩的管道嘛，对吧？有圣礼啊、圣道啊，对吧？教会的纪律啊，来去实现他的这个救赎的一个方式啊。所以你在地上被捆绑，其实不仅是说是教会捆绑你，是你被神的道捆绑，你被神的道要审判，因为你不信神，对吧？所以你最终是这个，而教会它是代表神的道的地方，对吧？它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重合，对。但是呢，不能涉及到这个有形教会。那当然，这个有形教会很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自从新教从天主教分离出来之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所谓的一个也不说失去吧你知道天主教有所谓的使徒统训，对吧？所以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很正当性的一个东西，这个属灵的传承。可是新教就很难，对吧？我跟你不合，我2、3个人，我又去另立门户，我又建个教会了，是吧？那你这个教会，你是不是一个真的教会呢？是不是算是一个教会？你怎么定义？什么样的标准来定义它是一个教会？你到了新教这个里面，你会发现非常的混乱，各个宗派林立，对吧？那你有什么样的标准来去定义说这是一个教会？你有没有这个标准？没有。所以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有形教会的话，就麻烦了，因为我2个人我也可以是教会啊，对吧？那就麻烦了，是不是？那3个人也可以是教会啊，那到底谁来定规教会的规模、教会的职务？是不是那个教会没有长老就不是教会？是不是那个教会没有牧师就不是教会？没有执事就不是教会？那这些牧师、长老、执事这些谁来选？谁有权利来选？对不对？那新教就会面对教会论上很大的危机，就是他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传承那对于天主教没有问题啊，那从彼得就这样传下来，对吧？那就非常就是他们有很强的一个正当性，就是说，那你不在我这个教会当中，你就不是教会，就这么简单。我教会的合法性是我们每一代人全部都有的，我传承下来的，对吧？一代按一代，一代按一代就是按手下来的，是不是嘛？所以你到了新教的时候，那你就只能自己按自己了，是吧？那当然那就会出现这个正当性的问题。所以很多牧师也是自己按自己嘛，对吧？自己就自称自己是牧师了，对吧？那自己自称自己是教会了，那你是不是教会呢？所以说，如果从新教的角度，你就只能解释为无形教会，你不能解释为有形教会，你没有这个合法性。天主教他就一定要解释是他们有形教会，就是这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天主教他们才是合法的，其他所有的都是不合法的没有正当性。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理解不？但是
感觉十八节这里就感觉突然插进来一个无形，然后前后好像讲的是有形，就所以有点转不过弯来。啊，所以我刚刚然讲了，后他怎么理解这里的？那这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解读可能就是说这个不是有形啊，为啥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有形教会嘛，所以可能那时候就是无形嘛，对吧？只能这样狡辩一下了，那怎么办呢？那老师怎么理解这里的捆绑跟释放的意思呢？对，如果你讲捆绑和释放的时候，那它肯定更多是指向这个属灵的层面的，对不对？不是指外在的这个捆绑和释放，因为它是指天上的，是吧？啊，那这个捆绑和释放更多就是指向教会的一个审判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和这个释放嘛和捆绑就明显的就是一个救赎和审判嘛，对不对？啊，一个是可以得到救赎得到释放，一个是被审判，对吧？被捆绑啊，所以为什么教会之外无救恩？你不在教会里面，你不能释放，然后呢，教会可以审判你，直接把你下地狱，对吧？就捆绑你，是吧？那这个是天主教他们的。姜老师有个问题，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一个关于解经的事情。你看我们在解释，就像你刚才解释这个马太福音18章这里的时候，那我们用的一个解经的思路，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我们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式，一个比重啊，是我们更多的是用一种系统神学的进入，用全本圣经的一个教义的一个东西，然后再解到这一处的经文里面去。其实系统神学给我们的这个支持要远大于它的上下文给它的支持。对。但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解释那个解释什么呢？也是那个耶稣说试探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是说更关注历史，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就更关注文法。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套很一致性的解经进度，那这个就很麻烦，就是那我们就很难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解决就更合适。我不知道说清楚不清楚。对，我理解你的意思，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这样，因为新教它对于教会论本身，我就说那你就只能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去解读了。对，就是不然的话咱们都得回到天主教里面去了，咋办呢？是吧？那这样的其实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有宗教改革？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要高过传统的权威。这样的话，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又把一种称为宗教改革的传统的权威，是不是又放在圣经本身的权威之上了？这个就有点危险了。对呀，而且你说这个圣经的权威超越这个教会权威，你要这样想，你从天主教的角度来想，当年就宗教改革以前是没有新教嘛，是吧？那都是就这一个教会，好吧？他就是觉得就是这一个教会。你要想，圣经当时正典的形成也是教会开会决定形成的呀，而且圣经的解读那也是教会来解读啊，对不对嘛？也不是你随便个人解读的，对吧？它有一个很统一的解读的标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吧？那是教会，当然我们是说啊，那圣灵的这个当然是这样，但是从现实的角度，那的确是教会把这个正典来认出来，教会来解读这些正典，所以你说圣经是最高权威，当然是最高权威，但是你也承认圣经的最高权威，我也承认圣经是最高权威，但是你和我对一段圣经的解读不一样，那怎么办呢？这都听谁的？所以对于天主教来说，他们就很简单，就是听教会了，是吧？教会解读就是最标准的。那你虽然我们都承认圣经是最高标准，但是你解读不一样呀，你解读的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对吧？那谁听谁的，是吧？谁的对呢？那最后你还是得有人来解释，所以释经就变成了一个反倒是一个最高的东西了，对吧？那这也是危险啊，对，所以我们讲到教会论的时候，我们是绕不过这个宗教改革，绕不过这个合法性的啊。你如果看新教，其实这些年很多新教的一些的神学家陆续都往天主教走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他慢慢发现到一个地方，你发现就是新教的这个合法性就是出现问题了，没办法啊。这个你对于教会，就是你没新教是这样认为，使徒统绪的，就是我们也认为彼得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个比如说牧师啊权柄也是从彼得来的。为什么这样理解呢？他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理解，就是说
这个是它只是属灵的一个代表哈，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传承上是一致的，虽然在肉身上传承不一致哈，我们没有那个家谱，对吧？但是从属灵上，我们都是一起的。那因着天主教的走偏导致说宗教改革的必须性那就不是说天主教是对的，而是说是他们要回归，他们走错了，所以说他们要回到那个正确的地方。所以这些年其实天主教有改变，我跟你说很有意思，就是天主教跟新教都在调整那有些时候天主教调整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让新教都觉得无法接受。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对于教会论来说，天主教最近他们其实也在调整，尤其是跟这个宗教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他们整个礼仪的一些改变，而新教也在调整。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咱现在也不能盖棺定论，我们就慢慢再看这个怎么发展，是吧？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当年选教皇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听到有一个学者就新教的一个学者也在提，他说他看了选完教皇以后呢，他觉得也很有感受，他觉得这个感受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感受，他说其实咱们新教就是缺乏一个像教皇这样的人物他当时提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道理为什么？就是说你看天主教10几亿的信徒那到今天也是全世界是最多的这个你如果把它算为一个宗派吧那也是最大的一个宗派。那他们这些信徒会特别看重这样一个教皇的一个地位。为什么看重这个教皇，并不是说其实教皇他尤其你看新选了这个教皇，他其实不是就是说他在他的道德学术各个方面其实都是很好的，就是如果从新教的基督徒的标准来看，那他是远远超过一般的这些牧师的，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各个方面包括就是的确是就是说是让人很佩服的那他就变成了一个在天主教当中是会变成一个榜样性的一个角色，就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会看到说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模范在这里，我们可以所以在历史上，那当这个教皇出现问题的时候，模范变差了，所以说教会也走偏了嘛，这是危险但是当他有一个很好的模范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天主教教会它就慢慢会往好的方向来走。基督徒不一样，新教的基督徒是我们的模范都是野生出来，都野生的，对吧？民间的不管是唐崇荣啦，还是谁，反正就是自己自己怎么就是出现了这种典范性的人物，然后我们就分成不同的派别，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或怎么样，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典范，所以也导致了教会呢之间也很难合一。对，其实你看天主教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新教是永远没办法达到的，就是天主教的内部的这种神学的派别，包括神父主教之间的这种差异性是远远大过新教的。就是你看我们跟灵恩派我们跟比如说弟兄会或者什么，你会觉得我们差异很大，你看我们不是一个宗派了，我们的神学理念教会论各方面都不一样，是吧？天主教内部的这种差异更大，你难以想象。所以我们以为天主教都一样，其实不是，它里面的就是所谓的那种宗派性的差异都是非常大的，就是有那种特别灵恩的，特别左的，也特别什么样都有。但他们有一个是我们永远没办法做到的，就是他们再怎么样，他们不离开教会，我们就还是这个 Catholic Church， 就是这样。他们会觉得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派别、不同的那个，他们 OK。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就是我会离开这个大公教会，他接受不了对于咱们就是搞不合就拉倒，自己单干，是吧？再建教会去所以你看这个在新教里面这个宗派林立，大家都很难就是说作为合一的一个教会，但天主教今天他还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是很厉害的对所以你看圣公会里面有选女主教，是吧？对那你能跟圣公会合了，你说你跟圣公会能是说一个教会你肯定不行嘛，对吧？你怎么能说选个女牧师，对吧？你肯定不愿意了。但是天主教他们可以这种在里面，
对吧？还有支持同性恋的，还有什么样的都有，我跟你说。所以但是奇怪的就是他们都不离开教会，他们还认可，就是说这个教皇啊，这个整个教会的体制啊，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厉害啊。所以有个学者就说，他说啊，天主教呢这么些年2000多年早已经学会了如何跟异端相处，就是说在他们内部有很多异端，他们早就学会怎么相处了，但是呢，他们的底线就是不离开教会。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宗教改革他们受不了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接受这个，你就是离开教会对，大概就是这样吧。